想有时候最怕一次没有准备。总是喜欢看球队，不对，下一秒有新的体会。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太多在意料之外的结尾。告诉我，你眼里的一切会是怎样的？不讨论对错，最重要的是有全力而为，最重要的是别无言以对。无论谁放下懊悔，我学着会内心聚少进退，我学着会甘心勇敢面对。可是你是不可抗力奈，只是对你才会不知进退，只是对你才会很难面对。毕竟爱是不可抗力的异类。勉为其难接受一下的话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勉为其难。各位，现在我要开始发表我的获奖感言了。首先，我要先感谢各位均衡的同事们对我一直以来的照顾，最主要的是要重点感谢一下生化富贵组的开心果包哥，一直带着我办案，还有美丽潇洒大方的谭莹姐。还有上一次替我挨骂的飞哥，跟你们在一起工作，简直太开心了！懂事儿啊！爱你。还有我最亲爱的老板钱恒，大家知道吗？一开始我见到老板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不是什么正经人，我还在想什么级别的人时薪能这么高。不过老板，后来我跟你相处以后，我才发现你值，花多少钱我都给你，这个给你了。老板，没有你的变态，就没有我的成长飞速。干一个吧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程阳，你干嘛喝这么多呀？哎，没事没事啊，30岁生日嘛，男人总得留下点什么。没事儿，你们家干，你多走2圈当加湿器啊。我谢谢你啊。好了，姐姐别喝了。女人，你在玩火？着火啦！没着火，你快坐这儿吧。看在礼物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开不开心今天啊？不是喝的有点大了，开心。哎，趁着这个高兴的镜头，我有个小八卦，不知道能不能问一下？问呢，说有一个著名的女律师。哎，张先生，没事，你问。我听说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律师叫梁依然，是不是上学的时候追过前律？是，真的？真的哦真的？啊？哎呦，灵通吗，小姐？真想不到是真的。那个梁依然长得挺好看的，最后怎么没在一起啊？这律师 CP 多带感，现在没准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梁依然当时追钱恒的时候，找了好多司法考试的题，人家这不就想着，哎，没什么事问一问，这是一来二去，这不就培养出感情了吗？你们前律
愣是没有发现人家的一片苦心啊，还跟人家说，你找的这些题目都太简单了，显得我们在智商上非常有差距。像以后这么简单的题就不要过来问我了，回去看书。做出来的事。笑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还有问题。说。但是我这个问题只能偷偷跟吴律说。你小时候是不是跟钱律是同学呀？那你知不知道他小时候是不是遭遇过什么童年阴影，现在才会这么难搞？这你都知道了？他跟我说的，但是他说是他自己欺负了别的小朋友，我觉得肯定是他嘴巴硬。不是嘴硬，他说的是实话。这小时候吧，强练散打的时候，这对于力量的把控呢还不是很好，就不小心把一个想要欺负他的小胖子给打骨折住院了。但是其他小朋友，你说是为什么想要欺负他？这咱俩就不用多说了吧。你现在跟他接触的这么密切，1个月30几天，你是不是也每天都讲？是不是？聊什么呢？啊？什么也没说。吴军，来，你过来一下，有个事找你。什么事啊？行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啊。他叫我，那大家先回去吧。啊。那拜拜。注意安全啊！你叫我过来，又在这欲言又止的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说不说？不说我走了。哎呦，先生，我说，你到底是律所出什么事儿了，还是有公关需要我去处理的？你就说嘛。都不是。你是酒没喝够还想喝酒啊？哎呦，行，跟你直说了吧。你作为合伙人，平时要跟下属注意保持安全距离。啥？尤其是女下属，明白吗？平时说话的时候注意分寸，免得被人嚼舌根。我跟哪个女下属说话不注意分寸，人家在后边嚼我舌根了？谁呀？我就好心提醒你啊，有些下属他已经心有所属。你以后少喝酒，伤脑子。你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？哦，你们家不是跟程瑶、包瑞他们家顺路吗？怎么提前跟我一块儿下车了？包瑞太吵了，我想下来走走。他确实吵。那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啊，我是说你要是想走了，我就陪你走走。反正这么好的风景，饭后散步消消食也挺减肥的，是吧？不是，我不是说你胖的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想干什么我都愿意陪你。你要是想爬架子，我陪你爬架子；你要是想跳江，我陪你跳江。跳江你也太离谱了吧！你紧张什么呀？我紧张了吗？我没紧张啊。你怕我？我连江都敢跳，我怕你？我不怕。不怕？不怕。现在呢？现在有点不确定了，让我再确认一遍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想知道啊，你怕我吗？来吧。
老板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专门为你挑选礼盒，希望你喜欢。送礼物的时候挺大胆的，要面对面就怕。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我想给你生个孩子，是不是太快了呀？我还没准备好。你不喜欢我吗？没有，没有不喜欢你。我真的哎。睡着睡着，快让我睡着。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乳，羊乳，四只羊，五只烤全羊。钱恒，一开始我见到老板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不是什么正经人，花多少钱我都给你。没有你的变态，就没有我的成长飞速。赶紧给吧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完了，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儿啊？我该不会明天就因为左脚迈入均衡被钱恒开除吧？完了。今天不去律所了。我爱你，我要给你生孩子。老钱，生日第2天一大早催我来上班，哎，哪怕有1天，就1天，咱当回人行吗？哟，我的小倩倩，这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失眠不是好了吗？复发了？我去了。
你说这梦境对现实，是不是预示着什么？哎呀，不就是个失眠吗，老钱啊？这事儿还对你智商有影响，跟开始说胡话了呢。你给他们放假了？没有啊。哦，参加朱姐安排那讲座去了吧？不知道谁发起的。什么讲座？是关于什么未婚员工如何解决私人感情问题及工作的讲座。你找朱姐干嘛呀？哎，我听说这次那个讲师啊，是朱姐亲自安排最严厉的一个。上次硬生生把2个想搞办公室恋情的女孩给骂哭了，回家不吃饭，崩溃了。北京时间上午9点10分，程瑶迟到。早啊，钱律，早啊，吴律。早，陈阳刚来啊。哎，朱姐那讲座开始了，快去吧。现在就去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有份婚前协议需要你改一下。老钱，你有意思没意思啊？昨天你就让程瑶改什么协议，就在他一个人身上薅啊！快去吧，程瑶，没事，这我帮你顶着，我来搞定他啊。朱姐说了，单身人士不去的话会被扣工资的。人家参加个讲座，你急什么呀？办公室的同事们之间如果产生了爱情，无论这份感情是多么的真挚或者是甜蜜，它都无可避免的会面临到一个问题：情感和工作该如何平衡？人在热恋的时候，都会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恋人身上。陈律，你来了。那这就难免你看今天这个讲座，我安排的讲师还合适吗？严重一点，可能还会出错。还可以。恋爱的美好一共3个小时，现在还有2个半钟。放心，一定会把我们的员工教育的无欲无求，一心工作，但是大家都在同一家公司，天天上班见，下班也见，一天24小时朝夕相处，时间久了，激情没有了，神秘感也没有了，同时还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在工作上的判断。还做笔记，昨天刚跟我表白，这么浓烈的情感就这么被说服了。工作当中难免会犯错，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。如果和同事之间产生了纠纷或者矛盾，情侣当中肯定是希望对方站在自己这边，那就难免会出现偏听偏信或者是包庇的现象。这在职场当中可是大忌，而且对于你们的职场发展来讲也是极为不利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断一下。我认为，恋爱的双方在同一家公司，可以节省更多的恋爱时间和成本，缩短约会时间，有利于双方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。若恋人的本身是同事关系，那双方会更了解彼此的工作内容，也会更加理解对方的工作性质，配合度更高。而且同行之间有更多的话题。钱律师的这个想法呢，正好可以引出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个观点：大家切勿只看到一时的表面上的便利，而忽略了长期的潜在的威胁。哎，这位同学，你写得很认真，你有什么感想想说吗？其实，在工作上呢，我一直都是很认真的。哦，我是说你旁边这位女同学。叫你呢？叫你。对，就是你。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对，还是不要办公室恋爱比较好。如果恋爱顺利的话，就会拉低工作效率；如果恋爱，分手了还得换公司，到时候没有工作也没有感情，得不偿失。说得很好。哎，钱律师，我们接下来还有4个章节要讲，要不然您坐下来听。不用了。我觉得我们的员工觉悟都很高，今天的讲座很成功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啊？撤退。老师，受益匪浅，受益匪浅。这就结束了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这场讲座不是钱律师自己要办的。而且刚才那个女孩说的挺好的，但是她一说完就喊停了。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？女同事表白后没有下一步动作是为什么？
还用问吗？人家是女孩子，能表白就很勇敢了，还要人家怎么主动啊？事情是他挑起的，难道不应该他主动？楼主，你要不要这么直男啊？你的女同事害羞了，这你都看不出来啊？话说，楼主长什么样啊？能发张自拍吗？我好奇是什么颜值能让女同事表白？不可能发照片。是因为长得太丑了吧？有没有可能是欲擒故纵啊？先勾起楼主的兴趣，然后绝口不提，引楼主主动开口。所以，我应该按兵不动，比谁更有定力。对呀，不仅如此，你还要表现出一副对他不感兴趣的样子，这样他才会感到着急，早日捅穿这层暧昧的窗户纸。老板，我现冲的咖啡。你现在进办公室都不敲门了吗？我敲了，老板没听见吗？老板，老板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把之前那顿散伙饭给您补上，正好我也有事想跟你说。他终于要跟我正式表白了，网友的话也有一定道理。我态度一冷淡，他就主动约我。也不是不可以啊。确实，这种事儿氛围很重要。要不我们找一个环境好的餐厅？现在聊案子都需要氛围的。你只是跟我聊案子？梦婷的案子。我们现在想要找到账号出轨证据，但是现在民间取证手法都是不合法的，所以我想问老板，你有没有好的办法？律所付你工资是让你自己解决问题的。这么凶干嘛？那我自己想办法吧。打扰了。姐，你怎么突然搬家了？装修还可以。你就住里边那屋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离我家太远了，坐地铁都不方便。你想换个环境，换个心情啊？怎么了？换个心情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能发生什么事儿？你是我妹，又不是我妈，管那么多干嘛？哎，你好，您的快递。谢谢。放这儿吧。姐，你肯定有事儿。我能有什么事？你再说，今天晚饭全你做。哎，你有事你跟我说呀，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的。说呀。是邓明。我就知道。他又来骚扰我，就小小惩罚了他。我怕他再来找我，所以我就搬家了。不是他这个人怎么一文不散的呀？他这种人就应该收拾他，就应该把他曝光了。不行，那样下去，这件事情只会越来越复杂。但是姐，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不是逃避，我也不是心软，我有自己的原因。如果邓明再来骚扰我，
我就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它，你放心吧。你说的。嗯。姐，下次他要是再来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帮你一起对付他。我妹妹长大了，我现在有依靠了，所以今天所有的饭都你做。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。你要给我做什么吃啊？我买了排骨，还有芋头，我一会儿可以给你做一个排骨汤，是你最爱喝的。还有这个，瑶瑶，我搬家的事儿，就别跟武军说了。他很好，对我很好，但是我现在不想进入一段新的感情，我们就只能走到这儿了。这是我的选择，你别插手，好吗？只要你开心就好。我给你打下手。陈瑶，吴律，哎，你姐是出远门了吗？她不在家，手机也关机，我找不到她了。可能是出差了吧。出差干嘛手机关机啊？她是律师，你这当事人找她找不到了，多麻烦啊！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没有。那你们平时是怎么联系的？如果这么多天联系不上，你不可能这么淡定啊！你跟我说实话，陈瑶，怎么了？好，你不跟我说，那我就租一个帐篷，我就住到他们家门口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什么时候算。吴律，你别逼我了，我们平时都是用微信联系的。我姐她搬家了，你别问我地址，她不让我告诉你。他不让你跟我讲。她不告诉你也是有她的苦衷。好，不想跟我联系，也不至于这么折磨自己。麻烦你转告他，我以后不会再跟他联系了，让他搬回家吧。吴律，姐，吴律以为你是为了躲避他的追求才搬家的，现在挺伤心的，要不你跟他聊聊吧。结束这段关系，对我和他都好。喂，老板，怎么了？鉴于你最近工作很努力，正好今天我有空，我给你一个吃大餐的机会。你要请我吃大餐啊？你不要高兴太早啊，这只是对你工作的初步肯定。谢谢老板，不过我今天有点事儿，出不去吃饭了，要不你找别人？那不用了。他还在欲擒故纵中，我不会上当。楼主直男无误，莫名觉得楼主有点可爱，是怎么回事？两个傲娇之间的极限拉扯。婷婷，我想到了，我们可以去公证处，在公证员的见证下，引导张浩说出他出轨的信息。我现在就去，你等我好消息啊。瑶瑶，我的结婚证可能有问题啊？
点水。别着急了，结婚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一会儿查婚姻记录就知道了。我一开始也没有担心过结婚证有问题，但是张浩在朋友圈晒了和梁琼琼的结婚照，张浩不可能那么傻，不会那么赶着送人头的。你仔细想想，你们领证的时候还有没有别的细节？我们当时正准备要领证，但是刚好发现我怀孕了，我孕吐很严重，还有先兆流产的可能，根本没有办法长途跋涉回老家去领证。然后张浩就跟我说，他老家的民政局有熟人，只要提供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信息，就能够把证给领了。我之前也有朋友是这样领证的，我当时就相信他了。按你这么说的话，他很有可能在你们领证之前就已经有别的心思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俩早就勾搭上了？张浩和我领证的时候已经存心不想和我过了，那他为什么还要跟我领证呢？我猜想他跟你领证是因为房子的首付。我记得那段时间，他经常在我面前发愁房子的事情，还有意无意的跟我暗示说找家里人要钱买房子。我当时以为他是在为我们未来操心，这样一看，原来从一开始他就是在骗我的钱。瑶瑶，我记得法律是认可婚姻关系的，但是不认可同居关系的稳定性。如果张浩真的没有跟我结婚，那份忠诚协议是不是就无效了？先等结果再说。好了，别看了，给我。Y003号到 B30号窗口。李梦婷是吧？这是您的婚姻登记记录。我就不应该相信他。难怪我当时让他签那个协议，他磨叽了2天才签。他肯定是用这2天的时间去咨询了律师，确定没什么责任问题以后才签下来的。他这样算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了吧？是刑事犯罪，能让他坐牢吗？不能。我们现在手头上只有这一个假结婚证，你们当时领证的时候只是口头沟通，没有实质证据。他完全可以说这东西不是他给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可以说你们只是男女朋友，你们分手以后他才跟梁秋秋结婚的。这个东西是你捏造出来污蔑他的。亏我还是学法律的。天，我居然被他耍得团团转。他肯定已经准备很久了。你现在想想，你们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各自付了多少钱？当时是准备做婚房的，总共花了400万，我们家出了150万，其余都是他出的，他占大头。那我的胜算有多少啊？现在房价越涨越贵，就算他赔给我了，我也买不起房子呀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爸爸妈妈辛辛苦苦为我攒的钱买的不是我的家，而是这个渣男和这个小三的婚房啊？我帮你想办法，不着急啊，我帮你想办法。怎么了？张浩的朋友说我欠他100万，一直在催我还钱。你什么时候欠人家钱了？当时买房子钱不够，张浩就找他朋友借了100万，说半年就还。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他找张浩还钱，张浩根本就不理他，然后这个人就拼命的给我发消息。别急，然后他给我别急，别着急，听我说，你们这个结婚证是假的，所以你们不存在共同债务，知道吗？你不用还钱。借条上签的是我的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朋友是张浩老家的人，他平时也不在我们这边。那天他刚好来我们这边出差，他就说让我们给他一个借条，但是好巧不巧，张浩也出差了，然后就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。我就请他吃了一个饭，我就把那个字条给签了，落款只写了我自己的名字。我当时也没有多想，我觉得我跟张浩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怎么可能有钱给他的呀？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听我说，你现在就好好住在这里，别出门，剩下的我会帮你想办法，别着急啊。
早啊，包哥。早啊，晨阳。哇，什么情况？这么快？昨晚干嘛去了？别提了，我的案子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昨天晚上看了一晚上资料。疯了，身体不要了，熬坏怎么办呢？我刚买的黑咖啡，一口没喝啊，提提神。包哥，你真好。谁不知道？都说我好，怎么这么好？陈瑶，来我办公室。进来。老板，你找我啊？啊？昨晚没睡好？梦婷的案子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，昨天晚上看了一晚上资料。你来，我看看。现在的情况就是，张浩不仅伪造结婚证件，而且他当时还去骗李梦婷签字，问他朋友借的100万作为房款。过分的是，张浩现在不愿意还钱，所以张浩的朋友就去找李梦婷追讨债务了。这个案子现在变得非常被动，但是老板，梦婷马上就要生孩子，她很需要这个房子。但是她当时出的钱比较少，而且还加上负债。当时这100万打给谁了？干什么？我找到答案了，这件事情本质就是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瓤，对不对？老板，你的成功不无道理，我现在去找梦婷。哎，文件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陈瑶是不是有点莽撞不懂事？找机会提点一下他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教的挺好的。好，那行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起诉书。写完了。行，错一个字儿，扣你1个月工资。我再看一眼。你让我去联系张浩的朋友，让他起诉我，而且我们还要帮他补足证据链，确保他能够胜诉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官司如果真的输了，我可要赔100万，我现在哪有钱啊？但是官司输了，你赢了，是吗？瑶瑶，你说清楚，我真没听明白。当初是你跟我说，你们这个婚房是你们从几百人里面摇号摇到的，买到就是赚到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是财产分割的话，你肯定选房子不是钱吧？对，而且这套房子是用的我的首套房资格，如果现在放弃了，我以后很难再买了。钱我可以自己想办法，但这房子我一定得要。所以啊，本来争房子的事儿我还没有把握呢，但是张浩搞这么一出，确实提醒我了。我们只要确保这100万借款纠纷案是你败诉了，法官就会认定张浩房款中的这100万是你的钱。只是从张浩的账户里走了流水而已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一旦法院判我败诉了，那就等于以法律强制力，在房产的分割案中帮我确认好了证据。我出资250万，远超过张浩的出资，那这个房子就有机会归我了。也算是没有全还给老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官一般会优先把房子判给你的，你呢只用还那150万跟相应比例增值部分，那100万借款就按100万的还。比起房价涨的速度，我们还是血赚的。太好了，瑶瑶，得亏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行了，你感谢我干嘛呀？我们现在重要的事情是挥别过去，赶紧开始新的生活。我想了想，这个房子以后有机会升值到1000万呢，你没准是个小富婆了。
吧？来，趁热喝。鸡汤粥。瑶瑶，你以前准备司法考试的资料还在吗？我想着我现在怀孕了，我想着不太好找工作，与其在这儿待着没事儿干，还不如把以前丢掉的捡回来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和你一样做一名律师，有责任有担当，才能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自己爱的人。好，我明天把资料给你拿过来。慢点吃。吃饭喽！今天是有成就感的一天。不用够了描述什么，我用肌肤量滚它，不用手掌比什么翅膀，我有神算学飞翔，哒哒哒哒哒，时间不会说话，可是我心底的美好，想和你抵达，哒哒哒哒哒，随命运来甩打，让永恒来回答。听着海誓山盟那些承诺，谁都转变过，听着蜜语甜言那些情话，谁自问自答，我迎着你，世界从不停说嘲笑话，谁让我偏偏有本领做你的童话。凭海誓山盟那些承诺，谁都转变过，任凭蜜语甜言那些情话，谁自问自答，我走向你，任世界不停说玩笑话，算什么我就说爱你呀，或许无条件的相信野草奇迹会开花，或许勇敢腾起那